万万没有想到，原来枸杞和黄芪搭配在一起，居然是老一辈留下来的土方法，既省钱又实用，不得不让人佩服，真的是高手在民间。看完长知识了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俗话说得好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枸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？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，平时有很多朋友喜欢用它来泡水喝、泡酒喝，甚至于煲汤、熬粥等等。但可以发现，这个枸杞它非常的软。如果你也遇见这种情况，那肯定是因为你的枸杞保存不得当，导致枸杞粘在一起。因此，高温天气的时候，建议把枸杞放在冰箱里面保存哦。而黄芪也同样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，但黄芪它是根茎植物，可以发现它特别的坚硬。同时，黄芪又被称之为补气之王。平时也有很多人喜欢把黄芪拿来煮水、煲汤等等，并且黄芪的主要成分含有皂苷类、多糖类、黄酮类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等等。因此，黄芪平时也深受很多人的喜爱。而今天我们要把黄芪和枸杞这两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不知道平时你们有没有试过这种做法呢？我相信很多朋友并没有试过吧。那么别走开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首先准备12到15克左右的枸杞，这大概是一个人一天的量。接下来再加入水来清洗。朋友们一定要记住，洗黄芪我们一定要用凉水，并且清洗时间也不宜过久，否则很可能导致黄芪当中的成分流失掉一部分哦。有的朋友又会问了，为什么我们要先洗黄芪而并不是先洗枸杞呢？之前已经说过，因为黄芪它是根茎植物，特别的坚硬，如果熬煮时间不够，那么就可能导致黄芪当中的成分释放的不够充分。因为一般黄芪我们在锅中要煮12到15分钟左右哦。平时喜欢用黄芪泡水喝的朋友，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并且如果直接用水泡，也很难把黄芪当中的成分释放出来。洗好之后，把黄芪捞出，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找出家里的锅具，这里我们建议使用砂锅哟。因为砂锅它保温性强，并且它还能够很好的锁住食材当中的营养成分，同时也能够让食材受热更加的均匀，因此选择使用砂锅。当然，如果你家中没有砂锅的话，那么可以用养生壶或者熬粥的锅，一定不要使用铁锅哟，因为铁锅熬煮出来会大大的影响口感。然后放在灶台上，先把洗好的黄芪倒入锅中，然后加入500毫升左右的水，然后盖上锅盖，用大火先把锅里面煮沸腾，然后再转小火熬上1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接下来准备一把枸杞，大约5克左右。当然，这里撒上一点点水，将枸杞淋湿，再加入1小勺面粉，然后开始抓洗枸杞。因为面粉它的吸附作用特别的强，而枸杞它表面凹凸不平，容易藏纳灰尘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就能把枸杞清洗得干干净净。
因为枸杞看似干净，实则上特别的脏。因为枸杞在生长以及晾晒过程当中，基本上没有经过任何处理。可以看见，清洗过后的水是不是特别的脏呢？看过这个清洗过程以后，你还敢直接用枸杞泡水吗？然后把脏水倒掉，再加入水清洗2到3次，直到水变得清澈就可以了。清洗干净之后，先把枸杞放在一旁备用，直到锅中的黄芪煮好为止。黄芪煮好之后开锅，现在你会闻到很浓郁的一股黄芪香味儿，并且我们也可以看见煮黄芪的水也已经变色，说明黄芪当中的成分基本上已经煮得差不多，而且黄芪也已经被煮软了。没错，正是这个时候，然后把枸杞也放入锅中，再次盖上盖子，然后用中小火煮上5分钟左右时间。煮好以后，立马关火开锅。别说闻起来还非常的香，而且再次经过5分钟的时间熬煮，黄芪当中的成分基本上已经彻底释放，那么就说明已经煮好了。当然，如果有的朋友喜欢喝的稍许甜一点，可以在里面加上一点点冰糖之类的来中和口感。最后，我们只需要把熬好的黄芪枸杞水盛出，倒上满满的一碗，然后趁热咱们就可以喝了。喝起来有一点微微的甜味。虽然说枸杞和黄芪平时都非常的有营养价值，而把它们搭配在一起，真的是1+1大于2哦。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平时并没有试过这种做法，那么赶紧试一试吧。不要看食材以及做法都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作用却非常的不简单哦。这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里面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结晶。坚持喝一段时间过后，你会有大大的惊喜和不同的发现哦。当然，也不要喝得太勤，个人建议一周喝上2到3次即可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这个制作方法告诉身边的朋友们哦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，拜拜。